大家好，欢迎观看扣马电竞。九仔追梦曲未终，一朝逐星梦已成。恭喜 DRX 战队鏖战5局击败 T1 战队，获得 S12 世界赛冠军，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DRX 完美复刻了 S11 EDG 的剧本上，还加大了难度，最终对局也都同样是勾叉叉勾勾夺冠。这不仅是英雄联盟历史上第一个入围赛队伍夺冠，同时也是 DRX 队史第一个冠军。在说选手之前，先说一下他们的教练。很多观众都不了解 DRX 教练，这是他第一次执教。这个冠军就是对教练最大的认可。作为年龄最大的冠军选手 ，Deft 也是在赛后采访中激动地哭了出来。10年磨一剑听起来很简单，但真正做到的只有 Deft 一人，强如厂长和 UZI 都没有坚持下来。而 Deft 终于完成了10年的夙愿，捧起了属于他的召唤师之杯，同时也解锁了属于他的独特成就 ：LPL 冠军、LCK 冠军、MSI 冠军、洲际赛冠军。全球总决赛冠军已经全部落入囊中 ，Deft 完成了英雄联盟官方赛事职业大满贯，并且是罕见的拥有 LPL、LCK 双赛区联赛冠军殊荣的选手。Deft 用10年的职业生涯诠释了英雄联盟职业选手对于荣誉孜孜不倦、一如既往的渴求，这是真正的电竞精神。希望 LPL 赛区所谓的明星选手都来看一下这场比赛。Deft 年纪这么大了，并且状态下滑很严重。但他依旧将冠军当作毕生追求。反观 LPL 绝大部分选手拿着高薪却毫无胜负欲，很想问他们一句配吗 ？Deft 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坚持不懈的重要性。隔壁 Dota 夺冠的也是韩国，并且也是坚持多年的老将。除了 Deft 外，其他选手也很厉害，打野丢3条大龙都能稳住心态。这要是某天选手当场自闭了，除了实力之外，心态和韧性也很关键。输了比赛自然要有人背锅 ，T1 战队上单 Zeus 无疑是最大的背锅侠，生死局被剑魔单杀，中后期也是被多次抓单。这场比赛虽然把 Zeus 定在了耻辱柱上，但 Zeus 年纪还小，他后面还有大把的机会，就是有点可惜 Faker 了。这可能是他离冠军最近的一次了，后面即使 Faker 不退役也很难夺冠了。不过 Faker 输得不冤 ，DRX 战队这次世界赛就是一个传奇，入围赛击败了 RNG 战队。小组赛击败了 TES 战队，8强击败了 EDG 战队，4强击败 Gen 战队，决赛击败 T1 战队。每一场 BO5 都没人看好他们，但是他们硬生生走到了最后。今年的 DRX 战队绝对是小说中的主角，应该说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如果一个故事不够好，那一定是这个故事不够长。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上单 Tinjin， 从队伍的突破口一路成长为队内的大 C，2把剑魔皆有天神下凡的表现。这次 FMVP 给到他算是实至名归了。赛前很多观众都担心他会成为突破口，但是没想到他把 Zeus 打成了突破口。盲猜一下，今年冠军皮肤上路一定是剑魔的。这场比赛虽然和 LPL 赛区无关，但 BLG 无疑是最大的输家。冠军中上被他们放走了，属实是可惜。不过这也印证了一句话，在恭喜 DRX 夺冠的同时，也希望 LPL 赛区能做出改变。首先将教练组好好整治一番，人家教练都能增强队伍，反观 LPL 的教练只能点外卖。其次是选手，打个比赛不在乎输赢，只想不背锅。有给明星选手的钱，不如多去好好培养新人。不好好整治一下所谓的明星选手，肯定不能夺冠。而近在眼前的还有更严峻的形势。去年8月，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下发，当中规定，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5、周6、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此规定一出，国内所有电竞俱乐部当即开始了合规审查，未满18岁的青训选手被遣散，并且未来也不能擅自招收未成年人进行训练。并不是说接触职业太晚就一定没有希望，毕竟韩国也有不少选手是在高中学业结束之后才进入职业队的。26岁的 Deft 也用表现证明了电竞不一定是青少年制霸的运动。但如果一个人在18岁之前每个星期真的只摸3个小时的鼠标和键盘，那么其对于键鼠操作的熟练程度以及对游戏理解的触类旁通程度，或许就真的很难再达到职业水平的对抗了。在今年的世界赛上，年仅18岁的韩国小将 Zeus 几乎统治了上路，传奇如 Faker 和 Deft
或许终将有落幕的一天，但我们不知道 LCK 还有多少 Zeus 在统治着未来。LPL 的青黄不接初步展现，或许未来2年还会有天才新人的涌现，但时间再往后，这样的概率也将会越来越低。未来的电竞究竟会长什么样？未来的 LPL 还能否夺冠？现在还真的不好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